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起，嗡嗡震动第3次，还是那个没有备注的号码。前2次我都没接，第1次是午夜12点整，我以为是推销；第2次是凌晨3点，带着某种刻意的不祥节奏。现在是清晨5点17分，天将亮未亮，公寓里一片死寂。我划开接听，没有问号，听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平静的诡异。今天是10月17日，别回家，我在地毯下面等你。然后电话挂断。我盯着手机，后背发凉。10月17日，今天明明是10月23日，我的截稿日。我是一名自由插画师，最近在赶一本恐怖小说集的封面，已经连续熬夜1周。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那句话：我在地毯下面等你。我公寓客厅中央确实有一块老旧的波斯地毯，是我3个月前从旧货市场淘来的。摊主是个眼神躲闪的老太太，坚持只要50块钱，说这地毯想换个地方待着。我走到客厅，蹲下来，手指犹豫地探向地毯边缘。地毯很厚，织纹复杂，颜色是暗红与藏青交织，边缘已经磨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掀开一角，灰尘扬起，地板干干净净。我松了口气，笑自己神经过敏，肯定是哪个朋友的恶作剧，或者打错了。我准备把地毯铺回去，但就在地毯即将落地的瞬间，我眼角瞥见了地板上的一点异样。靠近墙角的地板缝里卡着一样东西，我俯身捡起来，是一小片烧焦的纸屑，边缘全区发黑，质地很脆，像是老式信纸，上面还能辨认出几个用钢笔写的字，娟秀的繁体：7日克制，莫开门。纸片散发出淡淡的焦糊味，混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檀香。我皱起眉，这纸片是怎么卡在地板缝里的？搬进来时我彻底打扫过，而且这栋公寓楼是10年前建的，怎么会有这种老信纸碎片？手机又震了一下，这次是短信，来自同一个号码。你捡到我的信了，放回去。我猛地抬头环顾空荡荡的客厅，窗帘拉着，晨光从缝隙透进来，在地上切出几道苍白的光带。什么都没有，但那种被注视的感觉针尖一样扎在我的后颈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把纸片扔进垃圾桶，决定暂时忘掉这件事。今天是截稿日，编辑下午3点要来取稿。我回到电脑前，继续修改最后一幅画。画的内容是一栋老宅的剖面图，每一层都描绘着不同的恐怖场景。阁楼有吊死的人影，卧室床上躺着腐烂的尸体，地下室挤满没有面孔的孩童。这是小说集的核心意象，7日凶宅。故事讲的是一个家族连续7代，每一代都有人在同一栋宅子里以不同方式横死。我画得很投入，暂时忘记了早上的怪事。直到上午10点左右，门铃响了。我透过猫眼看去，外面站着个穿着快递制服的小哥，手里捧着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。林婉小姐吗？您的包裹到付件50元。小哥的声音闷闷的。我皱眉，我没买东西，更别提什么到付件了。谁寄的？寄件人姓沈，地址是……小哥低头看了看单子，西山路47号。西山路47号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那是我老家镇上的一栋废弃老宅，我外婆生前就住在那里。外婆在我10岁那年去世后，老宅就空置了，据说一直没卖掉，因为闹鬼。镇上孩子都怕那栋房子，
传说每到深夜，里面会传出女人的高跟鞋声，还有烧东西的味道。寄件人是沈什么？我追问，心跳开始加快。沈月华？小哥不太确定，字有点糊。沈月华，我外婆的名字。外婆已经去世15年了。我不要。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干。退回去吧。小哥有些为难。可是林小姐，这个到付件如果拒收，我们得按流程退回原址，但寄件地址是……他又看了眼单子，是个废弃地址，可能退不回去。要不您先签收看看，钱也不多。我犹豫了。如果是恶作剧，谁会知道外婆的名字和那栋老宅的地址？如果是别的什么？最终我鬼使神差地付了钱，接过了包裹。包裹很轻，外面缠着厚厚的棕色包装纸，用麻绳捆得严严实实。打结的方式很特别，像某种复杂的绳扣。没有邮票，只有手写的地址和我的名字，笔迹娟秀，是繁体字。我把包裹放在餐桌上，盯着它看了很久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不是电话，是闹钟。我自己设定的，提醒我该吃午饭了。但闹钟的铃声变了，原本是我喜欢的轻音乐，现在却变成了一段咿咿呀呀的老戏唱腔，女声凄婉哀怨，唱词模糊不清，背景里还有类似木楼梯吱呀作响的声音。我手忙脚乱地关掉闹钟，却发现手机铃声设置里根本没这段音频。冷汗顺着脊柱滑下，我抓起包裹，想把它扔出去，但手指触碰到麻绳的瞬间，一种奇怪的触感传来。绳子不是普通的麻，里面似乎编进了头发，细软微凉。就在我愣神的档口，包裹里传来咔嗒一声轻响，很轻微，像是某种小机括被触动了。包装纸的一角自己翘了起来，我后退2步，心脏狂跳。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冰箱的低鸣和我粗重的呼吸声。阳光移动，照在包裹上，那片翘起的包装纸投下一个小影子，影子在动，不是风吹的。窗户关着，空调没开，影子像是有生命一样，沿着包裹表面缓慢爬行，最后停在正中央。那形状像是一只女人的手，五指微张，正轻轻按在盒盖上。我闭上眼，再睁开，影子还在，保持着那个姿势。幻觉，一定是熬夜熬出幻觉了。我冲进厨房，灌了一大杯凉水，用冷水拍脸。冷静，林婉，你是个画恐怖题材的，想象力太丰富而已，哪有什么影子会自己动？等我回到客厅，包裹上的影子已经消失了，包装纸恢复了原状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我注意到麻绳的绳扣松开了，原本复杂的绳结现在散成一圈，松松垮垮地搭在盒子上，像是有人解开了它。我站在原地，脑子里2个声音在打架，一个是理智，说这肯定是恶作剧，打开看看就知道；另一个是本能，尖叫着让我离那东西越远越好。最终，好奇心，或者说某种无法言喻的牵引力，战胜了恐惧。我走上前，颤抖着手揭开了包装纸，里面是一个老旧的木盒，深棕色，表面有精美的雕花，但已经磨碎的厉害。盒子没有锁，只有一个简单的黄铜搭扣。我屏住呼吸，打开了盒盖，盒子里铺着暗红色的丝绒衬布，已经褪色发硬，上面躺着一双鞋，
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漆皮，鞋跟细高，款式很老，像是民国时期的东西，颜色不是正红，是那种暗沉的血红色，在光线下泛着幽光。鞋子保养得很好，几乎没有磨损痕迹，但散发出一股陈旧的气味，混合了皮革、灰尘，还有那股熟悉的淡淡的焦糊檀香味。我的目光落在鞋底，两只鞋的鞋底都用白漆写着字，字迹已经有些剥落，但依然清晰。左鞋10月17日，右鞋第7日，10月17日，第7日。早上那个电话说的日期，今天明明是23日。盒子的丝绒衬布下面似乎还有东西，我小心地捏起衬布一角，掀开，下面压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张折叠的信纸。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女人，站在一栋老宅的台阶上。宅子很气派，门匾上写着沈宅。女人容貌秀丽，但表情淡漠，眼神空茫。她脚上穿的正是这双红色高跟鞋。我翻过照片，背面用钢笔写着沈素心，民国27年摄于宅前。沈素心，这名字我有印象，外婆生前偶尔提起，说是她的一位远房姑母，年轻时很有才情，但命运坎坷，后来好像是死于火灾，细节很模糊。我展开信纸，是毛笔写的数排繁体字，见字如面。若见此鞋，即表示7日约已起，自得鞋之日起算，第7日子时整。持鞋者需返回此鞋原处，将其置于2楼东厢房梳妆台下。逾期不至或试图毁弃此鞋，则诅咒蔓延，殃及血亲。切记，7日之内，每日均有客来访，客非人，乃往日之影。莫开门，莫应声，莫视其行。7日约成，因果自偿。守约人沈素心，民国27年秋。信纸末尾盖着一个鲜红的指印，颜色深暗，像是血。我的手机在这时自动亮起屏幕，日历应用跳出来，显示着今天的日期，10月17日，星期六，而不是我以为的23日。我抓起手机，打开其他应用，新闻客户端、社交软件，所有显示日期的地方都清一色的写着10月17日。但我昨晚明明在23日的工作计划表上打了勾，我记得编辑约的是23日下午3点。我冲进卧室，翻出纸质的工作日程本，翻开今天那一页，上面写的也是10月17日。我瘫坐在地上，浑身发冷，记忆与现实产生了无法解释的断裂。我丢失了6天，还是时间本身出了问题？那双红色的高跟鞋静静地躺在盒子里，在逐渐强烈的阳光下反射出刺目的不祥的血光。信上说，从得鞋之日起算，第7日子时要送回老宅。如果今天是10月17日，是我的第1天，那么第7日就是10月23日，正是我以为的今天，我的截稿日。下午3点，编辑会准时上门取稿，而我从第1天开始就需要在第7日完成一个恐怖得多的交付。门铃在这时响了起来，不是下午3点，现在才中午12点。我透过猫眼看去，门外站着一个穿着灰色长衫、戴着礼帽的男人，帽檐压得很低，看不清脸。他手里提着一个老式的皮箱，静静地站着，一动不动。我的手机震动了，一条新短信，来自早上的未知号码。第1日的客人到了，
别开门，他在等你应声。我屏住呼吸，背紧紧贴在门板上，从猫眼死死盯着外面。门外的男人等了几分钟，见无人应答，缓缓抬起头。猫眼的视野有限，我只能看到他下半张脸，嘴唇很薄，没有血色。他嘴角慢慢向上扯，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但隔着门板异常清晰地传进来。林小姐，您订的货送到了。他的声音沙哑，带着奇怪的拖腔，不像现代人说话的方式。我没出声，手指甲掐进掌心。男人又等了一会儿，笑容慢慢消失。他低头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笔，蹲下身。他在我的门廊地面上开始写字。我通过猫眼只能看到他写字的动作，看不到内容。写完，他站起身，最后看了一眼房门，然后转身，不紧不慢地走下楼梯。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最终消失。我浑身被冷汗浸透。等了几分钟，确定他走了，我才颤抖着打开门一条缝，迅速看向地面。门廊的水泥地上用白色粉笔写着一行繁体字：明日此时再访。字迹工整，透着一股阴冷。我赶紧关上门反锁，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。第1日的客人。信上说每日均有客来访，接下来的6天，每一天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客人找上门。而第7天，我必须亲自带着这双鞋去那栋闹鬼的老宅。我想起照片背面的沈素心，想起外婆偶尔提起的火灾，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为什么诅咒会找上我？因为那地毯，因为我是沈家的后代。电话里的女人说我在地毯下面等你，这个我是谁？沈素心，还是别的什么？我强迫自己整理线索，首先必须核实一些事情。我打电话给母亲，响了很多声她才接，声音带着浓重的睡意，显然是被吵醒了。妈，我尽量让声音平稳。问你件事，外婆家以前是不是有个叫沈素心的亲戚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母亲的声音清醒了些，带着警惕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在整理一些家族旧物，看到了这个名字。我撒谎道。母亲又沉默了一会儿，才低声说，她是外婆的姑母，听说是个可怜人。订婚前夕，未婚夫跟别人跑了，她一时想不开，在自己房间里点了火，火灾。果然。那她留下了什么东西吗？比如鞋子？我问。鞋子？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林婉，你听我说，如果看到什么红色的旧的东西，特别是鞋子，离得远远的，赶紧烧掉。为什么？我的心揪紧了。老一辈传下来的，说沈素心死的时候穿着一双红鞋，那鞋邪门的很。后来母亲顿住了，似乎在犹豫。后来那栋老宅每隔些年就出怪事，都跟红鞋有关。你外婆临终前特意交代，沈家的东西别碰，尤其是红色的。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随便问问。我匆匆搪塞过去，挂了电话。母亲的反应证实了我的猜测，这双鞋是沈素心的遗物，而且
带着强烈的诅咒。但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现在？我看向那木盒，忽然注意到盒盖内侧也有雕花，之前没细看，现在凑近发现那不是什么装饰花纹，而是密密麻麻的小字，刻得极浅，需要倾斜角度才能看清，是一段日记，或者说遗言。民国27年9月初7，他负了我，父母要我另嫁，我不愿。7日为约，我以血为契，以魂为押，此邪在我愿。7日间寻觅新主，新主须为我沈家血脉，心怀汉室，独居阴气之地。7日之内，新主将见我之过往，历我之苦痛。至第7日子时，邪归我旧处。至于梳妆台下，则我之愿可解，可得超脱。若新主不从，或中途殒命，则怨气倍增，附于邪上，待下一有缘人，循环往复，无休无止。素心绝笔。新主须为沈家血脉，心怀汉室，独居阴气之地。我确实姓林，但母亲姓沈，我是沈家外孙女。汉室，我想起1年前分手的前男友，至今意难平。独居阴气之地，这公寓朝北，终年不见阳光，楼里老人多，去年还有位独居老人去世1周才被发现。我符合所有条件，而7日间寻觅新主，意思是这双鞋，或者说沈素心的怨灵，正在用7天的时间确认我作为新的宿主或者替身。信上说7日之内，新主将见我之过往，历我之苦痛。这就是客人来访的真相。每一天来的都是沈素心怨念记忆的某个片段，某个与她悲剧相关的人物或场景。而我要做的就是在这些拜访中活下来，直到第7天去老宅完成仪式。仪式真的能让他超脱吗？还是说这只是诅咒的一部分，为了让怨灵找到新的替身，或者获取新的力量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没有选择。若新主不从，或中途殒命，则怨气倍增，附于邪上，待下一有缘人，循环往复，无休无止。我不能死，也不能让这诅咒继续下去，祸及母亲，或者将来可能的其他亲人。我看向日历，10月17日，第1天，距离第7天的子时还有6个夜晚和7个白天。第1个客人已经走了，留下了明天的预约。我把那双红鞋重新放回木盒，盖上盖子，用剩下的包装纸和麻绳尽可能恢复原状。然后我找了个空的储物箱，把木盒放进去，推到床底下最深处。做完这些，我感到一阵虚脱，但恐惧让我无法休息。我需要准备。我检查了门窗锁，在门内加装了额外的插销，准备了强光手电、盐，还有一把沉重的扳手。我在网上搜索沈素心西山老宅火灾的信息，但能找到的很少，只有一些本地论坛零星的鬼故事提及，说法都和母亲说的差不多。时间在焦虑中流逝。下午3点，门铃没响，编辑没有来。我打他电话，提示关机。我查看和他的聊天记录，最后一次联系停留在10月16日。他提醒我23号交稿，但10月17日到22日这几天的记录一片空白，好像那6天从未存在过。我被困在了第1天，还是那6天以某种方式被抹去了。傍晚，天色暗下来，
我打开屋里所有的灯，坐在客厅盯着大门，耳朵捕捉着外面的每一点动静。夜晚11点左右，我听到了声音，不是门铃，也不是敲门声，是高跟鞋的声音，咔哒咔哒，从门外走廊传来，缓慢清晰，一步一步由远及近，最后停在了我的门外。我的呼吸停滞了，紧紧攥着手里的扳手。高跟鞋声停了，接着是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像是有人蹲下，然后我听到粉笔划过地面的细微声响。他在写字，和中午那个男人一样，写了很久，至少有1-2分钟。然后高跟鞋声再次响起，咔嗒咔嗒，渐渐远去，消失在楼梯方向。我等了足足半小时，才敢凑到猫眼前看。门廊地面上又多了一行白色粉笔字，就在白天那行字的下面。第2日5时，判误。字迹秀气，但透着一股冰冷的执拗。这不是沈素心自己，就是她记忆里某个重要的女性角色。我记起信上说的莫开门，莫应声，莫视其行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做到了，但这只是第1天，接下来的访客会不会更执着？夜深了，我不敢睡，蜷在沙发上，开着电视，让声音驱散寂静，但眼睛总是不自觉地瞟向床底，那里放着一双等待了80多年的怨毒的红鞋，而他选中的新主人正在经历第1天的恐惧，并等待着第2天那场5时的判误。第2天的早晨，我在沙发上惊醒，阳光刺眼。我第一时间看手机，10月18日，星期日，日期正常推进了，但时间依旧困在这个诡异的循环里。我检查门廊，昨晚的粉笔字还在，2行并排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没有擦掉，怕触犯什么禁忌。上午在极度紧张中度过，我试着画稿子，但笔下的线条总是扭曲成那双红鞋的形状。我试图联系朋友，但电话接通后不是杂音就是莫名其妙的断线，网络也不稳定，网页经常加载到一半就卡住，跳出一些老照片的碎片，穿着旗袍的女人背影，燃烧的窗户，焦黑的家具。11点半，距离5时还有半小时。我坐立不安，最终决定不能被动等待，我要主动观察。我在客厅的窗帘后面藏好，用手机连接了门口安装的智能门铃摄像头，调整角度，对准门廊。11点55分，屏幕里空荡荡的走廊。11点58分，没有动静。11点59分，我的心跳如擂鼓。12点整，屏幕忽然闪烁了一下，布满了雪花点，几秒后恢复，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穿着淡青色旗袍的女人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屏幕里。她就站在我的门外，背对着摄像头。她的头发梳成旧式的发髻，插着一根玉簪，身段窈窕，但她没有动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，像一尊雕塑。我屏住呼吸，盯着屏幕。过了大约1分钟，她缓缓的、极其缓慢的开始转过身来，镜头正对着她的脸。我瞪大了眼睛，就在她即将完全转过来的那一刻，屏幕猛地一黑，彻底断了信号。与此同时，我闻到了一股味道，焦糊味，混合着檀香，从门缝底下丝丝缕缕地渗进来。然后我听到了哭声，很轻很压抑的女人的啜泣声。就在门外，她在哭，
哭得伤心欲绝，肝肠寸断。我捂住耳朵，但那哭声仿佛能穿透手掌，直接钻进脑子里。哭声里还夹杂着模糊的词语：为何负我？为何？火好烫，7日等你。哭声持续了10几分钟，才渐渐微弱下去，最终消失，焦糊味也散了。我瘫坐在窗帘后面，浑身冷汗。第2日的客人带来的是一场悲伤的痛哭，这是沈素心记忆里最痛苦的情绪片段吗？第3天的访客是在傍晚来的，我没有再试图用摄像头看，只是躲在门后听。来的是个男人，声音年轻，但充满不耐烦和轻蔑。素心，你别闹了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们本就不合适。我现在有了更好的选择，你忘了我吧。说完这句，门外传来一声嗤笑，然后是离开的脚步声。这大概就是那个负心汉，沈素心悲剧的起点。第4天的访客是一对中年男女的声音，应该是沈素心的父母，声音严厉，不容反驳。素心，李家的亲事已经退了，王家那边说好了，下个月就过门，你别再想那个姓陈的了，他不值得。女子当从一而终，那是老黄历了，现在是什么世道？听爹娘的，准没错。你要绝食，要上吊。好，我们看着你，看你能闹到几时。门外的对话充满压抑的冲突感，我能想象当年沈素心面对的绝望。第5天，没有访客，但这一天屋子里开始出现怪事，水龙头流出的水偶尔带着铁锈色和焦灰，镜子里的我有时会闪过一个穿着旗袍、满脸泪痕的倒影，我总是能闻到若有若无的焦味和檀香。最恐怖的是，我在画稿时低头捡掉落的橡皮，瞥见床底下的储物箱开了一条缝。我记得我明明盖严实了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用扫把把箱子使劲往里推，直到顶到墙，然后在箱子前堆满了杂物挡住。晚上我梦到了火，很大的火，在木结构的房间里燃烧，梁柱倒塌，热浪扑面，一个穿着红鞋的身影在火中静静站着，回头看我，眼神里不是痛苦，而是一种深沉的冰冷的怨毒。第6天10月22日，距离第7日子时还有1天1夜。这一天的访客在午夜0点准时到来，不是脚步声，也不是说话声，是唱戏声，就是那天我闹铃里出现的凄婉女声，这次清晰了许多。唱的是一出《牡丹亭》的选段，但词改得悲切。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？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，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。仅凭人忒看的这韶光剑，最后那个剑字拖得又长又颤，充满恨意。他在门外唱了整整1出，声音忽高忽低，时而哀怨，时而凄厉，唱到最后声音渐渐低下去，变成喃喃自语：明日就是第7日了，你来不来，我都等你，在地毯下面一直等。地毯下面，我猛地看向客厅中央那块波斯地毯，电话里那个女人说过，我在地毯下面等你。难道沈素心的某一部分，或者说她的怨念，一直藏在这地毯里？这地毯是从旧货市场来的，
难道它曾经是西山老宅的东西？我头皮发麻，终于明白了电话的源头。唱戏声彻底消失了。第6夜过去，第7天，10月23日，最终之日。早晨，我被一股浓烈的焦臭味呛醒。屋子里烟雾弥漫，但不是真实的烟，更像是一种幻觉般的浓雾。雾中，我看到许多人影幢幢，穿着旧式的衣服在奔走、呼喊，提着水桶。背景是燃烧的宅邸，噼啪作响，是沈素心死那天的记忆重现。我咳嗽着冲出卧室，打开所有窗户，幻觉渐渐消散，但焦臭味 lingered。 我看向日历，10月23日晚上子时，我必须赶到西山老宅，把鞋子放回原处。但我能去吗？去了会发生什么？信上说，则我之愿可解，可得超脱。但我能相信一个怨灵留下的遗言吗？如果不去呢？诅咒蔓延，殃及血亲。母亲，我没有选择。一整天我都在做准备，查好了去西山镇的最后一班车，把红鞋木盒从床底拿出来，用黑布包好，带上了手电、刀、盐，还有一份写好的信。奇怪的是，第7天没有任何访客，安静的可怕，仿佛暴风雨前的死寂。下午，我最后一次尝试联系外界，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。我打给母亲，想跟她说点什么，但又怕她担心。电话响了很久，就在我准备挂断时，接通了。但传来的不是母亲的声音，是一个女人的轻笑，然后是哼唱，那首诡异的戏腔。电话自动挂断，我如坠冰窟。诅咒已经能通过电话蔓延了。母亲，我必须去，必须2节。傍晚，我背上包，抱起黑布包裹的木盒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住了2年的公寓，然后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门。门廊地面上的粉笔字不知何时已经密密麻麻写满了整个门前的区域，不只是前6天的，还有更多，层层叠叠，有些字迹已经模糊，像是很久以前写的。所有的内容都在重复着：盼雾，等你，第7日，子时，归来，解脱。我看得心惊肉跳，快步跨过那些字迹，冲下楼。去西山镇的班车很空，除了司机，只有我一个乘客。车子在暮色中行驶，离城市越来越远，驶入郊野。窗外是连绵的山影和逐渐浓郁的黑暗。2个小时后，车子在西山镇路口停下，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人。在我下车时，忽然开口，声音低沉：姑娘，这么晚去镇上，那边不太平，尤其老宅那边，早点办完事，早点离开。我谢过他，拎着包裹踏入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小镇。我小时候来过几次，都是跟外婆一起。记忆里的镇子热闹，有青石板路和卖糖人的摊子，但现在小镇显得萧条破败，很多房子都空着，窗户黑洞洞的，路灯稀疏，光线昏黄。凭着模糊的记忆，我朝着西山路走去。越靠近老宅，空气越冷，不是温度的冷，是一种阴森的钻进骨缝的寒意。路上的行人彻底绝迹，连野猫野狗都看不到。终于我看到了那栋宅子。西山路上唯一还保留着旧时模样的建筑，高大的围墙已经斑驳，爬满了枯藤，2扇厚重的木门紧闭，门上的铜环锈迹斑斑，门匾上的沈宅2字还隐约可辨。
宅子里一片漆黑，没有一丝光亮，在浓重的夜色里，像一头蛰伏的巨兽。我看了眼手机，晚上10点半，距离子时还有半小时。手电的光束切开黑暗，照在门上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伸手推门，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，没锁。一股陈腐的混合着灰尘和焦味的空气扑面而来。我跨过高高的门槛，走进宅院。手电光所及之处是一个荒废的庭院，杂草丛生，碎石遍地。正对着的是主屋，堂屋的门开着，里面黑洞洞的，两侧有厢房。信上说要放到2楼东厢房梳妆台下。我找到通往2楼的木楼梯，楼梯很窄，踏上去发出令人牙酸的呻吟，仿佛随时会倒塌。2楼走廊更加黑暗，空气几乎凝滞，我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和粗重的呼吸。手电光晃过，照见剥落的墙皮和蛛网。东厢房的门虚掩着，我轻轻推开。房间不大，家具所剩无几，只剩一张雕花木床，一个衣柜，还有一个梳妆台靠窗放着，镜子已经没了，只剩下空木框，台上积着厚厚的灰。就是这里了。我走到梳妆台前，放下背包，解开黑布，露出那个木盒。时间晚上10点50分，还有10分钟。我打开盒盖，拿出那双红色的高跟鞋，鞋子在黑暗里依旧泛着幽幽的血色光泽。我把它们并排放在梳妆台下方，靠着台脚，然后我退后几步，等待着。房间里死寂，我能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。11点整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紧张地看着四周，手电光在房间里扫动，只有灰尘在光束中飞舞。11点05分，依然寂静。难道仪式失败了？还是说时间没到子时正中？我看向梳妆台上的空镜框，就在我目光落上去的瞬间，镜框里出现了影像，不是反射的房间，是一片火海，火焰熊熊燃烧，木质家具噼啪作响。火海中，一个穿着旗袍、脚蹬红鞋的女人背对着我，坐在梳妆台前，正对镜梳头。她梳得很慢，很仔细，然后她停住了，缓缓转过头来，是照片上沈素心的脸，但此刻被火光映照得忽明忽灭，表情平静得可怕。她的眼睛透过镜框直直地看向我，嘴唇微动，没有声音，但口型清晰。你来了。然后房间里的温度骤然升高，不是幻觉，我真的感觉到了热浪。梳妆台下那双红色的高跟鞋自己动了一下，左脚向前挪了1寸，我的血液几乎凝固。接着右脚也向前挪了1寸，他们自己在朝我走来。不是在走，是贴着地面无声的滑动，朝着我的方向。我转身想跑，却发现房门不知何时关上了。我冲过去拉门，门纹丝不动，像被焊死。热浪越来越强，房间里开始出现火苗，从墙角、从地板缝里凭空窜出，迅速蔓延。焦臭味浓烈刺鼻，镜框里的火海景象正在与现实重叠。沈素心依旧坐在镜中火海里，静静地看着我，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个笑容。那笑容里没有解脱，只有无尽的怨毒和贪婪。我明白了，信是谎言，7日约
是陷阱。归还鞋子，不能让它超脱，这本身就是仪式最后的步骤，将新的宿主引到怨气最盛的核心之地，在他死亡的原点完成某种替换或者献祭。那双鞋滑到了我的脚边，左鞋的鞋尖轻轻碰了碰我的脚踝，冰凉刺骨，一股强大的力量传来，强迫我抬起脚。不，我拼尽全力抵抗，猛地从口袋里抓出准备好的盐，朝着红鞋和镜框洒去。盐粒穿过镜框，像穿过空气，毫无作用，落在红鞋上，发出嗤嗤的轻响，冒起几缕淡淡的白烟。鞋子停顿了一下，但仅仅是一下，更多的火苗窜起，几乎要包围我。热浪灼烤着我的皮肤，浓烟开始呛入喉咙。镜中的沈素心站了起来，转过身，面对着我。他开始一步步从镜中的火海向着镜框边缘走来。他要出来了！绝望中，我忽然想起盒盖内侧的最后一句：循环往复，无休无止。循环。如果这是一个循环的诅咒，每一次都需要新的沈家血脉，心怀汉室，独居阴气之地的人，那么破解的方法也许不是完成仪式，而是打破循环，打破新主的条件。我不是独居吗？如果这里不再是我一个人，汉室，如果我不再心怀汉室，但此刻我如何能瞬间改变这些？沈素心的手已经从镜框里伸了出来，苍白，指尖焦黑，鞋子再次触碰我的脚踝，力量更大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的手机在这不应该有信号的老宅深处突兀地响了起来。铃声是我设定的普通铃声，但在此时此刻，这熟悉的现代声音像一把利刃，刺破了这浓重的旧日的怨念帷幕。火势微微一滞，镜中沈素心的动作也停顿了，脸上闪过一丝困惑。我几乎是本能的用颤抖的手掏出手机，看也没看就按了接听和免提。喂，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，带着焦急和一丝不确定。是林婉吗？我是陈默。我收到一条奇怪的短信，说你有危险，在西山老宅。你在哪儿？你还好吗？陈默，我的前男友，我最大的憾事。他怎么会？但这一刻，他的声音，这个与旧日怨念完全无关的活生生的当下的联系，像一道光，照进了这个即将闭合的诅咒循环。陈默，我用尽力气大喊，我在西山老宅2楼东厢房，救我！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用，但这是我能抓住的唯一稻草。电话那头传来他急促的呼吸和奔跑声。坚持住，我就在镇上，马上到。镜中的沈素心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愤怒以外的情绪，惊疑，甚至一丝恐惧，对现在的恐惧，对循环被意外介入的恐惧。那双红鞋的力量减弱了，火势也开始不稳定的摇曳。沈素心的手缩回去了一点，但下一秒，她的表情重新被怨毒占据，更加狰狞。她尖笑一声，火焰猛地高涨，几乎吞没了半个房间。红鞋死死缠住我的脚踝，冰冷刺骨的感觉向上蔓延。我要被拉进去了，拉进镜中，拉进80年前的那场大火，成为他永恒的囚徒或者替代品。就在我的意识开始模糊，身体逐渐失去控制的瞬间，砰！一声巨响从楼下传来，是撞门声，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，踩着吱呀作响的楼梯飞快逼近。林婉，你在里面吗？沉默的呼喊声伴随着剧烈的撞门声。
从门外传来。我在这儿，门打不开！我用最后的力气喊道：躲开！接着是更加猛烈的撞击声，老旧的门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砰！哗啦，门板被硬生生撞开了一个破洞。一只手从破洞里伸进来，摸索着门栓。是沉默的手，活生生的，带着体温和细微擦伤的手。就在那只手触碰到门栓的刹那，房间里所有的火焰瞬间熄灭，温度骤降，镜框里的火海景象像被掐断的电源，消失了，重新变成空木框。紧紧缠绕我脚踝的冰冷力量和那双红鞋也松开了，咣当两声掉在地上，恢复了静止，只是一双普通的旧鞋。一切恐怖的异象如同退潮般消失，只剩下满屋的焦糊味和我劫后余生几乎虚脱的身体。门被从外面拉开了，沉默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，手电光晃着我苍白的脸。他脸上混杂着惊恐、担忧和难以置信。林婉，你没事吧？这里怎么回事？他看着我，又看向地上的红鞋和一片狼藉。我瘫坐在地上，看着他，又看向梳妆台下那双安静的红鞋。循环被打破了，因为独居的条件被打破，因为汉室的当事人出现带来了现在的干扰，还是因为在最后关头我向外发出了求救，引入了外部的变量，动摇了这个封闭的只存在于沈素心怨念时空里的诅咒循环。我不知道，但我活下来了。沈素心的怨灵呢？消散了，还是暂时退却了？沉默把我扶起来，我们迅速离开了那个房间，离开了老宅。一路无话，直到坐进他停在镇口的车里，我才感觉到一丝真实的安全感。你怎么会来？我沙哑着嗓子问。沉默发动车子驶离小镇，才缓缓说：我收到一条短信，没头没尾，就一句话：林婉有难，西山老宅，速救。发信人是个乱码，我本来以为是恶作剧，但心里总觉得不安。打你电话一直不通，我就过来了。他顿了顿，苦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。我们分手1年了，但我就是来了。我沉默地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黑暗。那条短信是谁发的？沈素心怨念的一部分，还是诅咒本身矛盾的体现？又或者是别的什么力量？车子开上回程的高速，沉默几次欲言又止，最终只是说：我先送你回家，你需要好好休息，明天我陪你去报警，或者看看医生。我摇摇头，不用报警，也没人能治。他不再说话。回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，沉默坚持送我上楼，检查了公寓，确认安全。他给我倒了杯热水，说在客厅沙发将就一晚，让我有事随时叫他。我躺回床上，筋疲力尽，但毫无睡意。第7天，子时过去了，我还活着。诅咒结束了吗？第2天上午，阳光很好，沉默买了早餐回来，我们相对无言地吃着。昨晚的事太离奇，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开口。饭后，沉默收拾垃圾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走到客厅中央，再次掀开了那块波斯地毯。这一次，地板缝里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纸屑，没有胶痕，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。但我知道不是，
我走到卧室，趴下，看向床底深处，那个储物箱还在，我把它拖出来，打开，木盒静静地躺在里面，但盒盖是开着的，里面空空如也。那双红色的高跟鞋不见了，我浑身冰凉，它们消失了，回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。还是陈默走进来，看到空盒子，愣了一下。这盒子昨天装的就是那双鞋。我点点头，说不出话。他沉默片刻，说：烧了吧，连同这个盒子还有那块地毯，我帮你。我们真的这么做了，在楼下的空地把地毯、木盒、包装纸所有相关的东西浇上酒精，一把火烧了。火焰很旺，黑烟滚滚，散发出的味道异常刺鼻，像是烧焦的头发和皮革。路过的邻居都皱眉掩鼻绕行，烧了很久才彻底化成灰烬。陈默用铁锹把灰烬铲起，扔进了远处的垃圾站。回到公寓，感觉空气似乎清爽了一些，但那股若有若无的焦糊檀香味似乎还固执地残留着一丝痕迹。陈默下午有事离开了，说晚上再来看我。我送他到门口，关上门，我靠在门板上，感到一阵虚脱的平静。或许真的结束了。我走进浴室，想洗把脸，拧开水龙头，清水哗哗流出。我捧起水扑在脸上，抬起头看向镜子。镜中的我脸色苍白，眼圈发黑。我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脖子上，那里靠近锁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淡淡的胭脂红色的痕迹，像是一个纤细的指印，很小，像是女人的手指。我猛地凑近镜子，用手指去擦，擦不掉，不是污渍，像是从皮肤下面透出来的颜色。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我解开衣领，看向更多地方，在左边肩膀后面、腰侧还有脚踝上方，陆续发现了几个类似的极淡的红色痕迹，形状不规则，有的像指印，有的像被什么纤细的东西勒过的痕迹。是那双鞋留下的吗？是诅咒没有完全清楚的印记，还是说以身代镜，魂震于斯？盒子里的那句话忽然在我脑海里响起，带着新的冰冷的寒意。如果沈素心的怨灵没有消散，也没有被超脱，如果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寄存了呢？不在鞋里，不在镜中，而在成功度过7日约，但依然承载着他诅咒印记的活生生的新主体内。在我体内，那些红色的痕迹是标记，是契约完成的烙印，还是新一轮循环开始的种子？我颤抖着抚摸脖子上的红印，皮肤没有任何异常感觉，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手机在这时响起，不是电话，是日历提醒。我僵硬地拿起手机，屏幕上跳出一行字：新周期初始化完成，下一轮7日约将于30日后启动，请提前准备，期待新的客人来访。沈素心。短信末尾是一个小小的血红色的高跟鞋图标。我瘫坐在冰冷的地砖上，看着镜子里自己苍白的脸和脖子上那抹刺目的不祥的淡红。循环没有结束，它只是升级了，并且从此与我融为一体。而30天后，新一轮的客人将准时敲门。
这一次，他们或许不再需要门外的粉笔，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门内的钥匙。